深夜和女友做运动时，岳父打来电话。小莫，微微的电话打不通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你妈她出车祸了，现在在 ICU， 医院说要马上手术，不然……后面的话他没说下去，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和隐约的哭声。我的大脑嗡的一声，瞬间一片空白。爸，你稳住，别急，在哪家医院？我和小薇立刻过去。是医院，医生说手术费要20万，让我们赶紧准备。谁啊？大半夜的。是爸打来的，咱妈出车祸了，在市医院抢救，需要20万手术费，我们先用彩礼钱救个急。这是唯一的办法，也是最快的办法。然而林薇脸上的不耐烦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警觉。他坐直了身体，与我拉开距离，仿佛我是什么危险的陌生人。你说什么？动我的彩礼？我愣住了，而电话那头岳父还在哭着催促。陈默，医院这边催得紧啊，你快点。我急得满头是汗，试图拉住林薇的手。林薇，人命关天啊，那可是你妈。林薇却甩开了我的手，一言不发地走下床，从一旁的柜子里拿出一个计算器。那也是你妈，想用我的钱可以写借条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这钱算我借给你的，利息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算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我看着他那张认真计算利息的脸，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。他这是在干什么？电话那头是他痛哭流涕的父亲， ICU 里躺着的是他生死未卜的母亲，他却在这里算计着自己亲妈救命钱的利息。他似乎看穿了我的震惊，抬头瞥了我一眼，那份戒备里又多了几分理所当然的刻薄。咱爸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花钱大手大脚，从来没个谱，这钱借出去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，我可不干这种赔本买卖。他的话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，精准地剜着我的心，我再也无法忍受，拿起手机对着电话那头说道：爸，您放心，钱我来想办法，我马上就到。我试图给电话那头绝望的老人一丝安慰，一丝希望，可我这番话却彻底点燃了林薇的怒火。他似乎瞬间脑补出了一场大戏，认定是我妈出事了，是我在伙同我家里人骗她的彩礼。陈默，你敢！他尖叫一声，像一头发疯的母狮，猛地扑过来，一把夺走了我的手机，对着听筒歇斯底里的咆哮：老不死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安的什么心，想骗我的彩礼钱，门儿都没有！我告诉你们，再敢打电话来骚扰我们，我就报警告你们诈骗！说完，他用尽全身力气将我的手机狠狠砸向地面。岳父的哭声在电话那头戛然而止，林薇喘着粗气，胸口起伏。不，我将在原地看着地上碎裂的手机，寒意从心底窜起。这个我深爱的女人，此刻陌生的可怕。然而，她的表演还没结束，她快步走过去，拿起那张存着20万彩礼的银行卡，用剪刀剪成了2半。这下好了，谁也别想动我的钱。她仿佛打赢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财产保卫战。做完这一切，她拿出自己的手机，解锁，点开了那个我们双方亲戚都在的微信大群。她的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敲击着，脸上带着一种报复的快感。很快，一大段文字被她发送了出去。各位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我和陈默辛辛苦苦攒了20万彩礼钱准备结婚，可就在刚刚，他竟然伙同他爸妈编造出母亲重病的谎言，想把这笔钱全部骗走。幸亏我留了个心眼，没有上当，但他现在肯定会找你们借钱。我在这里求求大家，千万不要借钱给他，这根本就是个无底洞，谁借钱给他，就是跟我林薇过不去。文字的末尾还配上了好几个痛哭流涕的表情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沉寂的亲戚大群瞬间炸开了锅。什么？陈默是这种人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你出来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薇薇，你别怕，我们都支持你。这种骗子家庭，这婚不能结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们好好的，谁重病了？林薇看着我妈焦急的辩解，冷笑一声，又打出一行字：大家看到了吧？他们开始狗急跳墙了，你们演戏演全套啊！一瞬间，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我，指责、谩骂、质疑，我成了那个伙同父母骗取女友彩礼的无耻之徒。林薇洋洋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，享受着亲戚们的声援，脸上满是胜利者的光彩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砸得震天响，林薇吓了一跳，不悦地皱起眉：谁啊？跟催命一样！门突然被钥匙打开，岳父踉跄冲入，他满脸泪痕，头发凌乱，扭曲的脸上再不见平日的笑容。他攥紧一张皱巴巴的纸，目光一触及林薇，便如困兽般嘶吼着扑了上去。薇薇，他的嗓子已经完全哑了，每一个字都带着血。是你妈张翠兰出事了！放臭屁！我妈在养老院好好的，怎么可能出事？陈默，你为了骗我的彩礼钱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你这个不孝女，你说的这是什么混账话？岳父气得浑身发抖，扬起手就想一巴掌扇过去，可看着林薇那张写满刻薄与戒备的脸，他的手却在半空中僵住，最终无力地垂下。他将手里那张皱巴巴的纸一把拍在林薇的脸上：你自己看，你看清楚，这是医院下的病危通知书，白纸黑字，还能有假吗？病危通知书5个猩红的大字，像烙铁一样烫了他的眼睛。一瞬间，林薇的脸色煞白。不可能！她猛地抬起头，目光死死地定在我身上，那丝动摇迅速被更深的猜忌所取代。假的，这肯定是你们串通好了伪造的。陈默，你好大的本事，为了钱，你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。我看着他，只觉得心脏一寸寸变冷。而林薇似乎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，给自己找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她迅速拿起自己的手机，脸上带着一丝神经质的亢奋。你们不是说我妈出事了吗？她不是在城南那家养老院住得好好的吗？我现在就打电话，当着你们的面问清楚，让你们这群骗子彻底死心。他飞快地翻出养老院的电
电话，为了向我们示威，还特意按了免提。电话很快被接通，一个听起来很年轻的护工的声音传了出来。喂，你好，阳光养老院。你好，我是302房张翠兰的女儿，我问一下，我妈现在在干嘛呢？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。哦，张阿姨啊，她在房间里休息呢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护工的回答有些迟疑，但林薇并没有察觉，她只想尽快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他人好好的吧，没出什么事，也没离开过养老院吧？没有，阿姨好好的，能有什么事？我们这里管理很严格的，人肯定在院里，您就放心吧。那个，我这边还有点忙，先挂了啊。电话被匆匆挂断，整个房间死一般的寂静。林薇高高举着手机，仿佛举着一面胜利的旗帜，她脸上病态的潮红更甚，看着我和她父亲，发出一声尖锐的嗤笑。听到了吗？你们2个都听到了吗？她一步步逼近早已失魂落魄的岳父，字字诛心。爸，你听到了吗？为了帮他骗我的钱，你连自己的老婆都咒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他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连脸都不要了？你还是不是人？岳父瘫坐在地，难以置信地望着林薇。我们都没想到养老院为推卸责任撒了谎。我走过去，一把将岳父从地上搀扶起来。爸，我们走，去医院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救妈。岳父被我架着，身体还在不住地颤抖。他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女儿，嘴唇哆嗦着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林薇见我们要走，立刻挡在了门口。她抱着双臂，脸上是毫不掩饰的讥讽。去医院，沉默，戏还没演够，你们这戏班子搭得挺大，连是医院都租下来了。去看你们请来的特约演员吗？我懒得再跟他争辩，拉着岳父绕过他就要往外走。你让开。林薇却死死堵住门，他今天似乎非要将这场闹剧进行到底。林薇，你可以不信，但你必须跟我去医院亲眼看看，你口中的骗局到底是什么样。我几乎是吼出了这句话。林薇愣了一下，随即也跟了出来，嘴里还在不依不饶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。今天不把事情弄清楚，谁也别想走。一路无话，车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。林薇坐在副驾驶，抱着手臂，警惕地观察着窗外，仿佛我们是要把她卖到什么地方去。到了市医院急诊大楼 ，ICU 门口那闲人免进的红色警示灯，像一团不祥的火焰，灼烧着每个人的神经。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，几个同样在等待的家属脸上都挂着凝重的表情。岳父一看到那扇紧闭的大门，腿一软，又差点瘫倒下去。我赶紧扶住他，让他坐在走廊的长椅上。这一切肃穆而真实的气氛，却没有让林薇有丝毫动容。他环顾四周，撇了撇嘴，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。沉默，你这花了不少钱吧？请了这么多群众演员。他病态的猜忌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。为了让他彻底死心，也为了彻底浇灭我心中最后一丝幻想，我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不是不信吗？你再给养老院打个电话，让他们给你发张我妈现在的照片，或者开个视频。”林薇仿佛就等着我这句话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别怪我没给你们机会。他再次拨通了养老院的电话，依旧开了免提。我还是不放心，你现在能不能拍一张我妈的照片发给我？要现在拍的。电话那头的护工明显有些慌乱。啊，这个阿姨已经睡下了，再去拍照会打扰她休息的。我不管，我现在就要，不然我就投诉你们。在林薇的威逼下，对方只好妥协。那好吧，您稍等。不到1分钟，林薇的手机收到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上岳母正躺在床上，盖着被子，闭着眼睛，看起来睡得十分安详。林薇瞬间像是打了鸡血，她把手机屏幕对到我和岳父的眼前，声音尖利的刺耳：“看到了吗？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我妈好好的在养老院睡觉呢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”岳父看着那张照片，浑浊的眼睛里最后一点光也熄灭了。他知道那不是真的，可他更知道他的女儿已经彻底被谎言蒙蔽了双眼。就在这时 ，ICU 的门开了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了出来，神情严肃：“谁是张翠兰的家属？我是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病人情况突然恶化，出现了急性心衰的迹象，必须立刻手术。钱准备好了吗？再拖下去，我们就是神仙也救不回来了。”医生的话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我心上，我彻底慌了，顾不上一旁的林薇，掏出我那碎屏的手机，开始疯狂地给朋友打电话。可那些曾经称兄道弟的朋友，此刻不是说手投井，就是支支吾吾的直接挂断。林薇在亲戚群里那番话，显然已经传开了，我成了所有人眼里的骗子。看着我一次次挂断电话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那位医生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看着 ICU 里闪烁的仪器，又看了看我们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他转身跟身边几个年轻的医生和护士低声说了几句。没过多久，那些医护人员竟纷纷拿出自己的手机和钱包。我们先凑了10万块，你先去把手术押金交了，快，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，救人要紧。为首的医生将一沓现金和几张银行卡塞到我手里，语气不容置疑。我愣住了，我看着眼前这些素不相识的医生护士，他们脸上没有怀疑，只有焦急和对生命的敬畏。一股热流猛地涌上我的眼眶，我拿着那份沉甸甸的善意，声音都哽咽了：“谢谢你们！”我攥紧了钱，转身就朝缴费处冲去。然而林薇猛地横在我面前，张开双臂拦住了我的去路。他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钱，眼睛里燃烧着疯狂的火焰。你们是一伙的。他看着那群义愤填膺的医生护士，看着我手里那沓沉甸甸的现金，眼里的疯狂几乎要溢出来。好啊，沉默，你真是下了血本，为了骗我的20万，你连整个医院的医生都买通了当演员。你告诉我，这场戏你排练了多久？他的声音尖锐刺耳，在寂静的走廊里回荡，引得其他等候的家属纷纷侧目。医生气得脸色铁青，指着林薇的手都在发抖。你这个女同志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们是在救人，你知不知道里面躺着的是谁？我当然知道，里面躺着的是你们请来的特约演员，而我妈正在养老院睡得好好的。疯了，她已经彻底疯了。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无意义的纠缠。
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，每一秒都可能是压垮我岳母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盯着林薇，声音不带一丝感情：“让开！”我说了，休想！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谁也别想从这拿走1分钱。他像一尊门神，死死挡住去路。我不再看他，而是转向那位为首的医生，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说道：“医生，拜托了，时间来不及了。”医生看了一眼 ICU 紧闭的大门，又看了看我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小王、小李，把他拉开，别耽误了救人。2个年轻的护士立刻上前，一左一右架住了林薇的胳膊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这是非法拘禁，我要报警！沉默！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敢这么对我？他剧烈的挣扎着，嘴里发出泼妇般的咒骂，但那2个护士死死地控制着他，让他动弹不得。我不再有丝毫犹豫，将手里的钱和卡一股脑地塞给旁边一位年轻的女护士。护士，麻烦你快去缴费窗口。好的，你放心。女护士接过钱，转身就朝缴费处飞奔而去。看着护士远去的背影，我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下了一半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急促的脚步声从走廊尽头传来。喂喂！一个身材高大和林薇有几分相像的男人冲了过来，是他哥林涛。林薇一看到他哥，就像看到了救星，挣扎得更厉害了，声音里带上了哭腔：“哥，你总算来了，你快救我！沉默他疯了，他伙同这帮人骗我的彩礼钱，还要非法拘禁我。”林涛一上来，看到自己妹妹被2个男人架着，顿时怒火中烧，一把推开其中一个护士：“放开我妹妹！”他冲到林薇身边，将她护在身后，然后怒视着我，那眼神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。沉默，你他妈的长本事了是吧？敢动我妹妹！我看着他，只觉得一阵无力。亲戚群里的那盆脏水，显然已经把他彻底洗脑了。哥，你冷静点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妈出车祸了，在里面抢救，我刚让护士去交手术费。哥，你别信他，他就是个骗子。咱妈好好的在养老院呢，我刚跟养老院通过电话，他们还给我发了照片。林薇立刻拿出手机，将那张安睡的照片调出来给林涛看。林涛看了一眼照片，又看了看我，眼神里的怀疑更重。我浑身冰冷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涛的手机。为什么连院长都在撒谎？难道一条人命还比不上他们养老院那点所谓的名声和责任吗？林涛挂断了电话，脸上露出一丝了然。他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和厌恶。沉默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他一步步向我逼近，高大的身影带着强烈的压迫感。沉默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林涛的声音带着居高临下的审判意味，每一个字都像是钉子，要将我钉在耻辱柱上。我抬起头，迎上他鄙夷的目光，没有愤怒，没有辩解，我的眼神平静的像一潭死水，没有一丝波澜。说什么？跟一群已经认定你是罪犯的人解释你无罪？我只是看着他，然后目光越过他，落在他身后那个我曾经深爱的女人脸上。林薇被我看得有些发毛，但随即他挺起胸膛，脸上浮现出更加刻薄的讥讽。他以为我的沉默是理亏，是无力反抗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演不下去了。沉默，我真没想到你恶心到了这种地步。他挽住林涛的胳膊，仿佛找到了最坚实的靠山，音量陡然拔高，要让整个走廊的人都听清。你别忘了你是怎么有今天的。当年要不是我妈看你可怜，资助你读完大学，你现在还在哪个山沟里刨食呢？我们家就是你的再生父母，结果你呢？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，伙同你那穷酸爹妈，算计到我妈头上来了。你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白眼狼3个字像淬了毒的针，终于刺破了我心中最后那层麻木的硬壳。我笑了，对，你说的都对。我的回答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林薇和林涛准备好的一肚子训斥都堵在了喉咙里，他们面面相觑，脸上写满了错愕，就连旁边那个被推开的护士和那位医生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。我向前一步，走到林薇面前，我们离得很近，近到我能看清他眼中那份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戒备。林薇，我们离婚吧。这5个字我说的异常清晰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离婚，明天就去，房子、车子，所有我们名下的财产，我1分钱都不要，全部归你，就当是我还你妈当年的资助之恩。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像一颗炸雷，在死寂的走廊里轰然炸响。林涛的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，林薇的脸上血色尽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冒犯的暴怒。他想要的不是离婚，他想要的是我的屈服，我的忏悔，我的摇尾乞怜。我主动提出离婚，并且净身出户，这在他看来是对他、对他们林家最大的羞辱。沉默，你敢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想离就离，我告诉你，这婚怎么结、怎么离，都对我说了算。你净身出户，你想得美！你骗我的钱，给我造成的精神损失，这些怎么算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还在算计钱。我彻底不想再跟他多说一个字。我转身对着那位一直沉默着的医生，深深的鞠了一躬。医生，对不起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。这钱……我的话还没说完 ，ICU 那扇沉重的大门再次被推开。这一次不是医生急匆匆的走出来，而是一辆移动病床被一个护士缓缓的推了出来。病床上一个身影静静的躺着，从头到脚盖着一张洁白的刺眼的白布。走廊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。瘫坐在长椅上的岳父在看到那张白布的瞬间，喉咙里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哀嚎，整个人直接昏死过去。爸！我惊呼一声，连忙冲过去扶住他。医生和旁边的护士也赶紧围了上来，掐人中的掐人中，检查心跳的检查心跳，场面一片混乱。而林薇和林涛却像是被施了定身术，僵在原地。他们死死地盯着那张被推出来的病床，脸上的表情是震惊，是迷茫，还有一丝无法压抑的正在疯狂滋生的恐惧。我抬起头，血红的眼睛看向依旧僵立的林薇兄妹，看到了吗？林薇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，嘴唇哆嗦着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现在你们知道里面躺着的是谁了吗？我一步步走向他们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他们崩溃的边缘。事到如今你还想骗我？你以为弄个死人出来我就会信吗？我妈好好的，我刚跟王院长通过电话。他像是要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正确，猛地冲向那辆病床。好，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你的谎言，我倒要看看这白布下面到底藏着什么牛鬼蛇神。微微，别！林涛
似乎也意识到不对，想去拉他，却晚了一步。林薇已经冲到床边，他伸出颤抖的手，死死抓住白布的一角，然后用尽全身力气，猛地向上一掀，白布被整个掀开。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，走廊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张暴露在灯光下的脸上，那是一张陌生的脸，一个头发花白、满脸皱纹的老人，根本不是岳母张翠兰。走廊里死一般的寂静，短暂的死寂之后，林薇突然爆发出一阵尖锐的、病态的笑声，她笑得前仰后合，眼泪都流了出来。她指着我，又指着那群目瞪口呆的医生护士，声音里满是癫狂的胜利感。沉默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请来的演员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？林涛也反应了过来，他脸上先是错愕，随即化为浓浓的鄙夷和愤怒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而是看向那位脸色铁青的医生，声音沙哑地问：医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妈呢？医生深吸一口气，强压着怒火，指着那具被白布盖住的尸体，他又指向那扇依旧亮着红灯的 ICU 大门，几乎是吼了出来：你们的家属张翠兰还在里面抢救，手术还在继续。医生的话像一盆冷水，却没能浇醒执迷不悟的兄妹二人。林薇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即换上更加刻薄的讥讽：接着演，一个谎言被拆穿了，就用另一个谎言来圆，是吧？沉默，我累了，不想再看你这拙劣的表演了。他挽住林涛的胳膊，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堆令人作呕的垃圾。哥，我们走，别跟这群骗子浪费时间了。等明天，我直接让律师来跟他谈，不仅要离婚，还要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。林涛厌恶地瞪了我一眼，护着自己的宝贝妹妹，头也不回地朝电梯口走去。沉默，你好自为之。他们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渐行渐远，带着胜利者的骄傲和不屑。走廊里终于恢复了宁静，只剩下医生无奈的叹息。就在这时 ，ICU 那扇沉重的大门第3次打开了。这一次走出来的不是急匆匆的医生，也不是被推错的病床，还是那辆移动病床，还是那张洁白的刺眼的白布。为首的医生摘下了口罩，脸上满是疲惫和歉疚。他走到我面前，沉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病人送来的太晚，颅内出血太严重，加上没能及时进行手术，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，节哀顺变。”我的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坍塌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，消毒水的味道，灯光的颜色，周围人同情的目光，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。我的视线里只剩下那张白布，白布之下是我曾经叫了3年妈的女人，是那个在我穷困潦倒时唯一没有嫌弃我，还偷偷塞钱给我，让我别委屈了微微的善良女人。而现在她就这么静静地躺在这里，因为她的亲生女儿，因为那20万所谓的彩礼，因为一场荒唐到极致的猜忌和闹剧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我缓缓地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，我的双腿像灌了铅，每一步都耗尽了全身的力气。我伸出手，指尖颤抖着，轻轻掀开了那张白布，那张熟悉的，此刻却毫无血色、无比安详的脸，就这样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心脏的位置像是被人生生剜掉了一块，留下一个血肉模糊的空洞，冷风呼呼的往里灌。我伸手用指腹轻轻抚过他冰冷的脸颊，然后用一种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平静，将白布重新盖上。医生，我转过身看向那位为首的医生，他以为我要崩溃，正准备说些安慰的话。谢谢你们，你们凑的钱我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们，请给我一个账号。医生愣住了，他看着我血红但毫无波澜的眼睛，最终只是沉重的点了点头。先处理后事吧。我搀扶着早已昏死过去的岳父，在医护的帮助下将他送进了病房，然后我一个人处理了岳母的所有后事手续，签下死亡证明时，我的手没有一丝颤抖。我回到了我和林薇的家，屋子里还残留着她身上那股熟悉的香水味，可如今闻起来只觉得一阵阵反胃。桌上是被剪刀剪成2半的银行卡，我默默地走过去，将银行卡的残骸扔进了垃圾桶。我打开微信，重新拉了一个群，群名很简单，张翠兰女士追悼会。我把岳父家的亲戚和一些与岳母关系好的朋友一个个拉了进来，唯独没有林薇，也没有林涛。然后我在群里发了第一条消息：各位叔叔阿姨，我是沉默，妈于昨夜离世，葬礼定于3日后在市殡仪馆举行，届时还请各位前来送她最后一程。没有解释，没有控诉，只有最简单的陈述。消息发出，群里瞬间死寂，几秒后信息开始疯狂刷屏。什么？小莫，你别吓唬二姨，翠兰她怎么救？沉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微微不是说天啊，我前几天还跟舅妈通过电话。我看着那些震惊、质疑、不敢置信的消息，没有再回复一个字，关掉电脑，我坐在冰冷的客厅里，静静地等待着天亮。3天后，市殡仪馆，灵堂布置的简单肃穆，正中央是岳母张翠兰的黑白遗像，照片上的她笑得温婉慈祥，一如我记忆中的模样。我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，胸前别着白花，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。岳父被我搀扶着，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，苍老了20岁不止，靠着我的力量才勉强站立。亲戚朋友们陆续赶到，他们看着灵堂中央的遗像，再看看我和岳父，脸上的表情从将信将疑变成了无法掩饰的震惊和悲痛。林薇的二姨冲在最前面，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眼泪瞬间就下来了。小莫，这是真的，翠兰她真的。我点了点头。怎么会这样？微微那丫头在群里不是说你们为了骗钱才咒他妈的吗？她的话问出了所有人心中的疑惑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我还没开口，旁边一位跟着二姨一起来的远房表叔已经忍不住掏出了手机。我给微微打个电话问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自己亲妈的葬礼，他人呢？电话拨了出去，然而
而听筒里传来的却是冰冷的系统提示音。表叔愣了一下，又打给林涛，结果一模一样。怎么回事？都打不通。我来试试。林威的舅舅也拿出手机，他脸色铁青，显然也意识到了不对劲，结果依旧是打不通。舅舅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手机屏幕，这两个小王八蛋，一旦激起千层浪，无一例外。真相在这一刻已经不言而喻，亲妈的葬礼，亲生儿女双双缺席，这已经不是不孝，这是泯灭人性。畜生，真是两个畜生啊！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林威的二姨，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捶着大腿嚎啕大哭。我的好姐姐，你怎么就养出了这么两个白眼狼啊？你尸骨未寒，他们就造孽！我早就说过，微微那丫头被惯坏了，眼里只有钱。现在好了，为了那点彩礼钱，连亲妈的命都不要了。还有林涛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一奶同胞的亲妹妹做出这种事，他不但不劝，还跟着一起混账，指责、谩骂、哭嚎，整个灵堂乱成了一锅粥。我始终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的看着。我看着岳母一向上那温柔的笑，仿佛在看一场与我无关的闹剧。妈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含辛茹苦养大的好儿女，这就是你宁可自己省吃俭用，也要给他们最好的一切换来的结果。小莫。林威的舅舅走到我身边，这位50多岁的汉子，此刻眼圈通红，声音里满是愧疚和愤怒。是舅舅糊涂，当初在群里，我不该。我摇了摇头，打断了他。舅舅，不怪你。我的平静让他的愧疚更深了。他看着我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最后只化为一声重重的叹息。以后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抬起头，目光越过喧闹的人群，落在灵堂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上。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。追悼会结束，灵柩被缓缓抬出，送上黑色的灵车。天空阴沉的像是要滴下水来，压抑的氛围笼罩着每一个人。岳父已经哭到虚脱，被两个亲戚搀扶着，几乎是拖着上了旁边的一辆车。我整理了一下胸前的白花，面无表情地坐进了灵车的副驾驶。车队缓缓启动，驶向城郊的墓园。一路上死一般的寂静，后视镜里是亲戚们那一双双通红的、充满了愤怒与悲戚的眼睛。这场闹剧该收场了。就在车队即将驶上环城高速时，一阵刺耳的喇叭声突然从前方传来，一辆车毫无征兆的一个横切，直接拦在了灵车前面。司机猛地一脚刹车，整个车队被迫停下，所有人都惊愕地望向前方。林威和林涛从车上走了下来，两人好整以暇地靠在车前，像是在欣赏一出他们亲自导演的好戏。后方车里的亲戚们瞬间炸了锅，这两个畜生，他们还有脸来拦灵车？他们是要遭天谴的！林威的舅舅气得脸色发紫，推开车门就要冲下去，被旁人死死拉住。我抬了抬手，示意司机稍安勿躁，然后我推开车门走了下去。风吹起我的衣角，也吹来了林威那尖酸刻薄的声音。哟，陈默，这又是演的哪一出啊？阵仗搞得挺大吗？连灵车都租来了？怎么钱没骗到手，改演全武行了？想逼我拿出钱来给你办这场假葬礼？林涛抱起双臂，冷笑一声，接过了话头。陈默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为了钱脸都不要了。我劝你现在立刻让开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，不然我马上报警告你非法集会，扰乱公共秩序。他们一唱一和，笃定了我是在用这种方式逼他们就范。我没有看他们，而是转身对着后面那一整排车队平静地开口：各位叔叔阿姨、舅舅，麻烦大家在车里稍等片刻。我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。原本已经怒不可遏的亲戚们听到我的话，竟真的慢慢安静了下来。只是那一双双喷火的眼睛死死地定在林威兄妹身上，像是要将他们生吞活剥。林威被这诡异的场面弄得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这群昨天还在群里声援他的亲戚，今天会用这种眼神看他，但他很快将这归结为我高超的演技。呵，还挺会收买人心。陈默，你给了他们多少钱，让他们这么配合你演戏？爸呢？你把他藏哪儿了？我终于将目光转向他。林威，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？我从西装内侧的口袋里缓缓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，在他们疑惑的注视下，我将那张纸展开。纸张的顶头是几个加粗的黑体字：居民死亡医学证明。红色的公章像一滴凝固的血，刺眼夺目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将那张纸递到了他们面前。林涛的眉头皱了起来，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，但长久以来的傲慢让他不愿相信。他一把将证明书夺了过去，林威也好奇地凑了过去，每一个字都像一柄重锤，狠狠砸在他们的心上。林涛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，他握着纸的手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。不可能！林威的瞳孔骤然收缩，他一把抢过那张纸，翻来覆去的看，仿佛想从上面找出一丝破绽。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！陈默，你伪造公文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他歇斯底里的尖叫起来，似乎声音越大，就越能证明自己是对的。我看着他癫狂的样子，心中再无波澜。事到如今，还在自欺欺人。我缓缓抬起手，指向身后那辆黑色的、装饰着白色花圈的灵车。车里是妈的遗体。我的声音很轻，却像一道惊雷，在林威和林涛的耳边炸起。你想亲自确认一下，就像你在医院 ICU 门口做的那样。这句话彻底击溃了林威最后一道心理防线。医院里，他掀开白布，看到一张陌生面孔时的那种荒唐与得意，与眼前这辆冰冷的灵车形成了最讽刺的对比。不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他疯了一样的撕扯着那张死亡证明，纸屑纷飞，如同他此刻崩溃的精神。林涛僵在原地，像一尊石雕。他比林威要理智，他知道医院的公章、死亡证明的编号，这一切都做不了假。他更知道陈默没有必要，也没有能力搞出这么大一场戏，所以是真的。
真的，妈妈真的死了，因为他们，因为那20万，因为那通该死的养老院的电话死了。这个认知像一把烧红的烙铁，狠狠烫穿了他的脑子。林涛突然发出一声嘶吼，他双手抱住头，痛苦地蹲了下去。而林薇在短暂的癫狂之后，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眼神空洞，嘴里无意识地喃喃着：“妈不会死的，你们都在骗我。”后方车里，林薇的舅舅再也忍不住，他冲下车，疾步跑到瘫倒的林薇面前，扬起手，用尽全身力气，一巴掌狠狠扇在他脸上，清脆的耳光响彻整个空间。你现在知道哭了，你现在知道喊妈了。舅舅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你妈在 ICU 抢救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算计那点利息，你在群里污蔑沉默，你在医院拦着救命钱不让交，是你亲手杀了你妈！”字字诛心。林薇被这一巴掌打懵了，她捂着脸，终于嚎啕大哭起来。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切，没有丝毫动容。我转身回到灵车上开车。司机看了一眼后视镜里那2个崩溃痛哭的身影，又看了看我冰冷的侧脸，默默地点了点头，重新发动了汽车。灵车缓缓绕过那辆车，带着一众亲友继续向着墓园的方向驶去。我的手机在此时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通了。电话那头传来市医院那位主治医生沉稳而严肃的声音：“是沉默吗？是我。你先别激动，听我说，我们院方今天上午开了紧急会议，复盘了你岳母张翠兰女士的整个抢救过程。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”我的心陡然一沉。那个给你提供虚假信息的阳光养老院，他们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推卸责任那么简单了。医生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压抑的怒火。根据我们法律顾问的初步判断，养老院的负责人和当班护工在明知可能延误病人救治的情况下，故意提供虚假信息，阻碍家属进行救治，并最终导致了张翠兰女士的死亡。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。过失致人死亡，这6个字像一把冰冷的钥匙，瞬间打开了我心中那道紧锁着仇恨的闸门。我没有感到快意，只觉得一阵彻骨的悲凉。医生，我明白了，谢谢您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挂断电话，我望向窗外飞速倒退的景物，眼神平静的可怕。岳母的墓碑前，亲戚们围成一圈，个个眼圈通红。岳父在下葬的那一刻，再一次哭得昏厥过去，被舅舅和几个表亲提前送回了家。我作为家属，手持一束白菊，最后一个上前，将花轻轻放在墓碑前。照片上，岳母的笑容依旧温暖，仿佛在静静地看着这场属于她的迟来的告别。就在仪式即将结束，人群准备散去时，2个身影踉踉跄跄地出现在墓园小道的尽头，是林薇和林涛。他们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，浑身狼狈，脸上满是泪痕和泥土。林薇的脸上还清晰地印着一个红肿的巴掌印。他们看到了墓碑，看到了那张黑白遗像，看到了我们这一群穿着黑衣、神情哀戚的亲戚。最后一丝侥幸被彻底击碎。妈！林薇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，双腿一软，直接跪倒在地，连滚带爬地朝墓碑扑过来。然而他没能靠近。林薇的舅舅像一堵墙，瞬间横在了他面前，眼神里是淬了冰的恨意。你别过来，别让你妈死了都不得安生。舅舅，让我看看妈，求求你！林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伸出手想要去触摸那冰冷的墓碑。你还有脸来看？二姨冲了上来，指着林薇的鼻子，声音尖锐的发颤：“翠兰在 ICU 门口等你拿钱救命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家里用计算器算利息，你在亲戚群里骂他，你这个畜生！你现在来猫哭耗子，假慈悲给谁看？”林涛也挪着沉重的步子走过来，他一把拉住林薇，自己也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对着墓碑的方向重重的磕了3个响头，每一个响头都砸在坚硬的石板路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妈，儿子不孝，儿子对不起你。他抬起头，额头已经一片血肉模糊，泪水和血水混在一起，狼狈不堪。可这一切换不来任何人的同情。现在知道磕头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妹妹混账，你这个当哥的也不分青红皂白，你们兄妹俩亲手把你妈送上了绝路。滚！我们林家没有你们这样的不孝子孙。所有的亲戚都围了上来，愤怒的指责和唾骂像潮水一样将兄妹2人淹没，他们被彻底孤立，成了家族的罪人。林薇在无尽的哭嚎和谩骂声中，终于彻底崩溃，两眼一翻，晕死过去。林涛抱着不省人事的妹妹，跪在地上，像一尊绝望的雕塑，任由众人指点。我从始至终没有看他们一眼，我对着岳母的遗像深深的鞠了3躬。妈，安息吧，害了你的人一个都跑不掉。说完，我转身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墓园。身后那场闹剧与我再无关系。1个月后，阳光养老院过失致人死亡一案公开审理，我坐在原告席上，身边是市医院派来的法律顾问，以及自愿出庭作证的那位主治医生和几位护士。被告席上，养老院的王院长和那位当班护工面如死灰。法庭上，我提交了所有证据：林薇手机里与护工的通话录音，那张伪造的安睡照片，林涛手机里与王院长的通话录音，以及医院方提供的因延误治疗导致岳母死亡的完整医学报告。证据链完整，事实清晰。王院长和护工为了推卸老人外出发生意外的监管责任，层层撒谎，故意隐瞒，最终导致了一条生命的逝去。最终审判结果下来，王院长与当班护工因过失致人死亡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和3年。阳光养老院被吊销执照，并被判处向受害者家属赔偿180万元。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，我走出法院，抬头看了一眼
眼天空，长长的吐出一口气。第二天，我用这笔赔偿款以岳母张翠兰的名义成立了一个专项慈善基金，用于援助那些因意外陷入困境、急需手术费用的贫困家庭。我把基金成立的证书复印件烧在了岳母的墓前。妈，您生性善良，总爱帮助人，现在就让这份善意替您一直延续下去吧。处理完所有事，我给林威发了最后一条短信：明天上午9点，民政局门口办离婚。他几乎是秒回。好。第二天，我提前到了民政局，没过多久，林威也来了。不过短短1个多月，他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形容枯槁，瘦得脱了相，曾经眼里的精明与刻薄，被一种深入骨髓的麻木和空洞所取代。整个过程，我们没有一句交流，填表、签字、按手印。当工作人员将那本绿色的离婚证递到我手上时，我甚至没有多看一眼，转身就要走。沉默。他突然叫住了我，我停下脚步，但没有回头。他的声音沙哑、卑微，带着一丝颤抖的祈求：“对不起，我知道，说什么都晚了。房子和车我不要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想求你原谅我。”我沉默了片刻，终于还是回过头，第一次正眼看他。原谅你？我笑了。你该求谁原谅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房子、车子，还有你当初看得比命还重的20万彩礼，都留给你。那些东西是你用你妈的命换来的，你最好一辈子都守着它们。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，精准地捅进他早已溃烂的伤口。他的脸瞬间惨白如纸，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，最终无力地瘫软在地上，发出压抑而绝望的痛苦。我没有再停留，大步走出了民政局。门外的阳光有些刺眼，但我的世界前所未有的清朗。1年后，南方的一座海边小城，我用自己所有的积蓄盘下了一间小小的店面，开了一家书吧，白天卖书卖咖啡，晚上就抱着吉他唱几首喜欢的民谣，日子平淡却很安宁。这天傍晚，我正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着夕阳将海面染成一片金黄，手机响了，是林威的舅舅。自从岳母去世后，他是唯一一个还和我保持联系的亲戚。小莫啊，最近还好吗？挺好的，舅舅，您和爸身体都还好吧？岳父在岳母去世后大病一场，之后就被舅舅接去照顾了。他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家，也再没见过林威和林涛。我们都好，就是他叹了口气。林涛那小子生意赔光了，天天就知道喝酒，前几天喝多了跟人打架，腿都给打折了。至于林威，他把自己关在那栋房子里，谁也不见，跟疯了差不多。前几天社区的人去看，说屋里垃圾堆得跟山一样，人瘦得不成人形了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舅舅，都过去了。是啊，都过去了。舅舅沉默了半晌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欣慰。小莫，你好好的就行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是他们没福气。挂了电话，我放下手机，端起面前那杯已经凉了的咖啡。书吧里音响正放着一首舒缓的歌，窗外最后一个晚归的渔人划着小船，在金色的余晖里慢慢驶向远方。我看着那片无垠而辽阔的大海，嘴角终于勾起了一抹久违的发自内心的微笑。新的生活开始了。